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在睡梦中遭遇袭击，案发时他们的大儿子目睹了整个经过，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的描述与其他目击者出现了出入。结合现有情况，警方依靠经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最终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靠着运气成功抓获了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拉戈，该市位于佛罗里达州中西部，距离坦帕大约22英里，人口约为8万2千人，隶属于皮内拉斯县，是该县第3大城市，坦帕地区的第4大城市。主人公基斯和安妮塔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两人年龄相仿，感情经历也大致相同。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基斯于1960年出生在亚利桑那州，他是一名电气维修工，在上一段婚姻中与前妻琳达生育了一儿一女2个孩子。基斯拥有这2个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一直带着孩子们在拉戈市生活。安妮塔出生于1957年，她是拉戈市本地人，成长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大约在20岁左右，安妮塔未婚先孕，生下了一名叫杰森的男婴。杰森的生父身份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们在生完孩子后不久便草草结束了关系。大约在杰森1岁多的时候，安妮塔嫁给了一名叫路德的男子，两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先后生下了老大瑞秋、老二丽贝卡和老三尼克2女1男3个孩子。但由于后来家庭出现经济危机，安妮塔和路德的婚姻在进行到第10年时走向破裂。1990年末，安妮塔向路德单方面提出离婚，并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了3个孩子的抚养权。在这儿稍微介绍一下两人离婚时的背景。当时路德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很多外债，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他在收到离婚通知的半年前只身前往爱荷华州找了一份消防员的工作。起初安妮塔答应路德，等工作稳定以后再带着孩子们搬到爱荷华州，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安妮塔改变了主意。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离婚策略，因为安妮塔提出离婚的时间是在两人分居的半年后，恰好当时路德已经离开了拉戈市的司法管辖范围，所以这导致路德在离婚诉讼中失去了有利条件，不然他也不可能1个孩子的抚养权也没有得到。但不管怎样，路德最后也没有争取到任何1个孩子的抚养权，他只能按照规定每年有2周监管探视的权利。好了，咱们再说回正题。1991年1月，基斯通过类似单亲协会的组织认识了刚刚离婚的安妮塔，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同年5月，基斯和安妮塔结为夫妻。因为安妮塔在拉戈市有一套房产，所以在结婚后，基斯带着2个孩子搬进了安妮塔的住所。当时这所不大的房子里共住着8口人，尽管有些拥挤，但6个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一家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满足。然而幸福的生活仅仅维持了7个月，一场早有征兆的灾难就降临在了这对夫妻身上。1991年12月14日，这一天是周六，再过11天，基斯一家将迎来他们的第1个圣诞节。大约早上9点左右，基斯的前妻琳达按照约定将2个孩子接到了自己家，而安妮塔的大女儿瑞秋则去了祖父母家里，所以6个孩子中只生了12岁的杰森、6岁的丽贝卡和4岁的尼克。在父母的陪同下，这3个孩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一天。晚上吃过晚餐后，一家人便早早休息了。大约凌晨3点左右，正在熟睡的杰森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打斗声音吵醒，他感到有些奇怪，于是赶紧打开房门来到了走廊。然而眼前的一幕着实把杰森吓坏了。只见一名身穿黑色衣服、头戴滑雪面罩的持刀男子正在不停攻击他的继父吉斯。当时杰森很想冲上去帮忙，但理智告诉他这样做会很危险。正在杰森犹豫之际，持刀男子注意到了他。杰森从男子的眼中看到了杀气，心想这下自己要完蛋了。他当时第一想法是赶紧逃跑，但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他的母亲安妮塔拿着一根球棒从对面的卧室冲了出来。尽管安妮塔已经身受重伤，但为了制止持刀男子继续攻击吉斯，她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战斗。在两人扭打期间，安妮塔找准时机使用球棒狠狠击打了男子的头部。
持刀男受到攻击后，先是出现了眩晕，随后开始反击。安妮塔一边反抗，一边朝着基斯大声喊道：“快点拿枪，快点拿枪！”实际上，基斯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反抗，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只剩了最后一口气。但幸运的是，这句话起到了作用。持刀男子可能担心自己受伤，所以很快结束攻击，仓皇逃离了现场。确定男子已经走远后，安妮塔这才放下心来。她瘫坐在门口，让杰森赶紧锁好房门，马上报警。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杰森尝试了好多次，但电话那头始终没有声音。由于实在没有办法，安妮塔只能强撑着再次起身，走出家门寻求帮助。最后在一位热心邻居的帮助下，才拨打了报警电话。Largo, we're also responding. My neighbor is beat up and at my door. She's all bloody and beat up. Ma'am, do you have any idea of what happened? Anita, tell me what happened. Her throat's been cut. Please hurry, this is important. All right. Paramedics are responding. The police will be out there shortly. 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抵达现场。由于安妮塔的伤势非常严重，她的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身上还有多处刀伤。医疗救护直升机紧急将她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安妮塔的丈夫吉斯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伤势更为严重，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鉴于这一情况，警方很快接管了事发现场。在进一步勘查中，尽管他们没有找到凶手遗留的证据，但却发现基斯家的电话线遭到了破坏，这表明凶手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本案可能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事件。然而现场其一的目击者杰森由于受到惊吓，情绪有些不太稳定，一时间他很难讲清楚事发情况。而年龄较小的丽贝卡和尼克由于当时正在卧室熟睡，他们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警方前往了医院了解情况。当时安妮塔正在接受紧急治疗，考虑到她可能无法挺过这一关，警方为了尽快破案，在抢救的同时询问了她几个问题。通过安妮塔零碎的回答，警方得知凶手在作案时没有暴露面部，也没有发出声音。另外，他们家的电话线也不是第一次遭到破坏，实际上早在案发几个月前就有过被人剪断的情况，但因为当时没有发生问题，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安妮塔的说法证实了警方的推测，凶手默不作声，表明他认识这对夫妻，担心自己的声音会暴露身份。而电话线之前遭到破坏，证明凶手不是临时起意，至少在几个月前就有过作案的想法。根据这些发现，警方重点调查了基斯和安妮塔的人际关系，很快两人的前任就成为了头号嫌犯。其中最引起注意的是基斯的前妻琳达，因为她在案发这天提前接走了自己的2个孩子，这个行为让警方非常怀疑，于是他们立即询问了琳达。根据琳达的说法，周六日这2天是她照看孩子的时间，提前接走2个孩子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与本案没有关系。当被问到案发期间的去向时，琳达解释说，那晚她一直和现任丈夫在家，没有外出过。尽管这一说法得到了琳达现任丈夫的证实，但考虑到两人是夫妻关系，警方对此还是有些怀疑，所以在案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琳达仍被视为潜在的嫌犯。案发第2天，警方又调查了下一位嫌疑人安妮塔的前夫路德。由于路德住在爱荷华州，警方出于时效考虑没有亲自前往，因为案发后的前48小时非常关键，这段时间凶手可能来不及销毁证据，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做思想准备，所以他们联系了爱荷华州的执法部门协助调查。然而当爱荷华州警方来到路德的住所时，路德已经外出了。根据他女朋友康妮的说法，路德在昨天一早就独自去了户外打猎，他计划要在外面度过2天，预计今晚8点左右才能回家。虽然一个人外出打猎在当地并不罕见，但考虑到时间紧迫，爱荷华州警方决定主动前往狩猎地点寻找路德。然而尽管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搜寻，甚至还动用了空中力量，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路德的身影。无奈之下，警方只好再次折返，一直蹲守在路德的家门口。大约晚上7点左右，路德终于出现，随后警方立即将他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I hate to be the bearer of bad news. Your wife was assaulted last night. She was stabbed several times by an intruder who broke into her house. She's still alive at this point, however, she's undergone
major surgery all day today. Her current husband was killed by the attacker. And your 12-year-old boy watched the whole thing. So, what questions do you have with her? The biggest one is I just want to see how my kids are. But Jason wasn't hurt either. No, but he saw through the open door. It's pretty horrifying for the child. So evidently, since you're asking all me all this, they didn't catch anybody. No. Do you know anybody that would do this to your wife? No. 路德在对话中除了显得有些冷漠之外，对警方提出的问题都做了详细回答。根据路德的说法，他在周六早上7点左右独自去了户外打猎，期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狩猎地点，警方没有找到他，可能是走错了地方或者出现了疏忽。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路德绘制了一份打猎区域的地图，并表示愿意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尽管路德表现得非常诚恳，但由于他的不在场证明难以核实，并且也有可能在打猎期间完成犯罪，因此警方采集了路德的血液和头发以作备用，并且调查了他在案发期间是否购买过机票。然而调查结果显示，路德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航班上，这足以证明他没有去过拉戈市。因为两地的距离大约3000英里，开车的话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于是爱荷华州警方将调查结果告知了拉戈市警方。得知这一情况后，拉戈市警方已经没有理由继续调查。为了寻找其他线索，他们找到了杰森了解情况。经过2天的调整，杰森的状态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他向警方详细讲述了当晚的事发经过。根据杰森的说法，行凶男子身材魁梧，他穿着黑色运动套装，戴着深色手套，头上还套着黑红相间的滑雪面罩。虽然这名男子身体包裹得很严实，但在攻击基斯的时候不小心露出了脖子。杰森通过这一点认为行凶男子是一名非裔美国人。警方跟进了这一线索，但并未发现基斯夫妇认识杰森描述的这类男性。正当他们准备扩大搜索时，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线索改变了调查方向。案发3天后，当地2名大学生向警方报告称，案发凌晨3点左右，他们在附近的街道上遇到了一位可疑男子。那名男子似乎来自基斯夫妇家的方向，当时正朝着不远处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跑去。然而就当他们即将相遇时，那名男子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放慢脚步，做出了一副正在散步的样子。但还没有离开他们的视线，那名男子又加快脚步，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中。这2位学生描述的男子装扮与杰森描述的完全一致。不过有所不同的是，2名学生看到的男子没有戴头套，而且表示那是一位白人男性。相比之下，警方更相信这2位学生的说法，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并且遇到男子的时间刚好就在案发后。考虑到那名男子没有戴头套和手套，警方认为他可能把这些物品丢在了路上，于是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搜寻。果不其然，他们在距离基斯夫妇家不到1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黑红相间的头套和一副手套。当警方看到这个头套后，立刻明白了杰森为什么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因为头套底部的连接处是一圈黑色，这导致杰森对行凶者的特征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然而尽管警方找到了重要证据，但当时并没有对破案起到帮助。后续在对这2样物证检测后，技术人员在头套上找到了几根棕色头发。由于之前已经采集了路德的头发样本，他们首先对2人的头发进行了比对，最终的结论表明头套上的头发不属于路德。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数天时间，警方仔细调查了已知的所有线索，但案件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安妮塔的伤势正在逐渐好转，这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警方再次前往医院询问了安妮塔。 If somebody was trying to kill you or Keith, of each one of us, who would, why would somebody want to kill me or why would somebody want to kill Keith? Other than my ex, I really can't think of anybody that has any direct benefit from me not being around. He would benefit, greatly by having the kids and not having to pay child support. He just told me that people want you doing all the kids. 根据安妮塔的说法，她和前夫路德存在严重的抚养权纠纷，2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冲突。除了路德以外，
安妮塔想不出任何人可能会是凶手。尽管抚养权纠纷是一个充分的犯罪动机，但警方已经对路德进行了全面调查，认为他不具备作案时间，也与凶手的头发不相符，所以警方没有跟进这一线索。此后的一段时间，警方又陆续调查了琳达和她的现任丈夫以及基斯的几个兄弟，但仍然没有找到破案的线索。然而就在本案即将陷入停滞之际，一通关键的举报电话让警方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路德身上。1992年3月5日，案发3个月后，拉格市警方突然接到了路德女朋友康妮的来电。根据康妮的陈述，自从路德接受警方调查后，他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两人经常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冲突。在最近的一次争吵中，路德为了恐吓康妮，竟亲口承认自己犯下了这起案件，并威胁康妮也将会遭到与安妮塔相同的下场。由于路德描述的犯罪经过十分详细，让康妮感到有些担忧，于是他决定向警方寻求帮助。警方对这一说法感到有些意外，尽管他们还不清楚路德如何实施了犯罪计划，但康妮提到的诸多细节都与案发现场的情况近乎相同，于是他们立即前往爱荷华州询问了路德。这次问话比警方预想的顺利，路德在看到警方拿到的头套和手套后，以为警方已经掌握了实锤证据，所以他很快就承认了犯罪。 And I do know what that house looked like. I know. And that's what pushed me over the edge. I walked in that backyard 3 times. When I walked through the back door, I went, my kids don't need to live like this. I plan on pulling it off, bringing my kids up here and let Connie and my kids and Dusty live together in a nice house and live happily forever after. 根据路德的说法，安妮塔在离婚时利用了法律漏洞，导致路德失去了3个孩子的抚养权，这让路德产生了很大不满。由于当时路德已经定居在爱荷华州，他因为工作无法长期往返两地与安妮塔打官司，所以只能被迫接受了不平等的监管探视条件。然而就是这每年2周的探视权利，后来也被安妮塔剥夺。每当路德想要见孩子的时候，安妮塔总会找各种理由刁难，这让路德实在难以忍受。此外，安妮塔的生活条件也很糟糕，他们一家8口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路德认为他的3个孩子不能得到妥善的照顾。出于这些原因，路德就产生了杀死安妮塔夺回孩子抚养权的想法。大约在案发半年前，路德第一次抱着作案的想法来到了拉戈市，但在切断安妮塔家的电话线即将动手的前一刻，路德心里犹豫了，他想再给安妮塔一次机会，所以放弃了作案。然而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路德和安妮塔又接连发生了多次不愉快的事情，这让路德彻底下定了决心。案发那天早上，路德假装外出打猎，实则开车去了盐湖城。他提前用准备的假身份购买了飞往坦帕的机票，所以警方才没有查到他乘坐飞机的记录。原本路德的目标仅仅是安妮塔，他与基斯没有任何仇恨，但在作案时，基斯为了保护安妮塔进行了激烈反抗，最后没有办法，路德对基斯采取了极端措施。作案结束后，路德为了赶上预定的航班，在安妮塔家附近偷了一辆代步的脚踏车，也就是在偷车时，他不小心把面罩和手套落在了原地，这才给警方留下了重要证据。至于面罩上的头发为什么与路德不匹配，具体的原因不得而知。不过据我了解，这可能是工作失误造成的，因为当年的刑侦技术有限，对于对比头发这类工作，通常会使用显微镜放大观察的方式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个人，所以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误差，没有 DNA 可靠。但不管怎样，警方最终还是靠着面罩让路德承认了罪行，本案也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1993年3月，案发1年后，本案开庭审理，路德因1级谋杀罪、1级谋杀未遂罪和盗窃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外加17年刑期。从理论来说，他将在监狱度过自己的余生。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